什么？第一批搬去新加坡的中国中产已经破产了？中国中产没有200万年薪，撑不下去。大家好，欢迎回到 Simba 成长和财商频道。有这样一句话：如果你爱一个人，就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一个人，也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这是源自一部讲述中国人移民纽约生活故事的电视剧的台词。如今，对于很多的外籍人士而言，新加坡似乎也承载着类似的双重意境。新加坡因其良好的环境、舒适便捷的生活方式、丰厚的薪酬和高效廉洁的政府而著称。但同时，迅速膨胀的物价也让很多心向往之的外籍中产望而却步。新加坡在过去11年，有9年被英国的经济学人智库评选为全球最贵城市。但是新加坡贸工部也指出，这并不能完全反映本地居民的实际生活成本。事实上，本地居民能够以可担负的价格购得住房，也就是政府组屋，孩子们享受免费的小学和中学教育，政府也在医疗和日常消费上提供支持。由于外籍人士享受不到住房、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福利，再加上疫情之后本地通货膨胀比较严重，尤其是在住房方面，因此更加能够感受到物价的冲击。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外籍人士在新加坡至少要赚到多少钱才可以生活下去。关于在新加坡生活所需要的开销，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毕竟生活水平分拣由人。最近网络上流传着一句话：第一批搬到新加坡的中国内地中产没有200万年薪，撑不下去。这里的200万指的是人民币，折合新币约为37万。这个数字看起来高得令人难以置信，引起了我的好奇。为什么在新加坡的外籍中产需要这么高的开销？于是我阅读了相关文章。文章中的主人公一家2018年从中国深圳搬来了新加坡，他们第一年租住的公寓月租是2500新币，吃饭每月不超过1000新币，整体生活成本甚至比在深圳时还要低一些。随着孩子们的成长，他们搬到了市中心商务区附近的一套200平米的高级公寓，月租涨到了7500新币。疫情之后，由于租金继续上涨，他们换到了附近一套100平米的公寓，月租却高达8900新币。加上2个孩子的幼儿园学费4600新币和一家4口的饮食开销3000多新币，尽管全家月收入高达2万新币，但是生活支出已经超过了19000新币，几乎无法存到钱。新加坡本地受雇居民2023年的收入中位数是10869新币，这个家庭的收入已经是本地中位数的近2倍，属于高收入中产。但他们的收入仅够维持生活，他们的主要开销在住房和教育上，尤其是住在新加坡最昂贵的 CBD 区域。根据本地租房网站统计，市区3卧室的公寓平均月租金是7211新币，而偏远地区的租金则需要4725新币。教育开销难以节省，尤其是对于国际学生来说，他们一家在饮食上的开销高达3000多新币，有些不可思议。但考虑到他们经常享用西餐和高档食材，餐桌上经常出现的是欧洲的鱼、澳洲的牛肉和日本的和牛，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了。公平地说，虽然这家人的收入较高，但即便是在中国他们原本居住的城市，也不一定能够享受到住在市中心豪华公寓、使用高档食材和孩子们就读国际学校的生活。那么凭什么他们会期望在新加坡就能实现这样的生活水平呢？难道他们不知道新加坡本地居民80%以上都居住在政府组屋，平时主要是在小贩中心解决一日三餐，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是公共交通吗？因此我决定客观分析，计算一下外籍人士在新加坡的实际生活成本。我们将以新加坡本地居民的平均生活标准为基准，来看看每个月需要多少钱。首先计算的是有家庭人士的月平均支出，以有2个孩子的家庭来计算。首先就是房租，租金5000新币，然后 utility 加上网花费300元，交通以公共交通为主，赶时间的话乘坐德士或者是 Grab， 一个月300元。吃饭主要是在超市购买食材，或者是在小贩中心解决，周末去餐馆就餐，一个月1500元也足够了。医疗和保险支出平均每个人100元，一个月一共400元。孩子们的教育一个月4000元，杂费包括日用品、服装、手机充值，一个月500元。国际旅行的费用平摊到每个月400元，那一个家庭的支出大约在12000新币左右。
那如果是一位单身外籍人士来新加坡工作，每个月至少要赚多少钱才能满足生活的开销呢？首先依旧是房租，单身人士的选择会多一些，他可以租一个单间、一间主人房、一个 studio 或者是一套公寓，价格从1000新币到3500新币不等。那我们就取中间值算2000元，然后是 utility 加上网，花费200元，交通150元，吃饭500元，医疗和保险支出100元，杂费1个月150元，国际旅行的费用平摊到每个月100元。一位单身外籍人士每个月的支出大约在3200新币左右。因为新加坡对持有工作准证都有最低收入要求，目前 EP 需要至少达到5000新币， SP 需要达到3150新币才可以申请。对于有工作经验的外籍人士，薪资标准还会提高。对于单身外籍人士而言，只要不追求奢华，新加坡的生活还是可以相对舒适并且可负担的。但对于有孩子的家庭，由于需要考虑房租和教育费用，经济压力会显著增大。因此，是否要移居新加坡，确实需要仔细的思考，并做好充分的准备。那屏幕前的你已经在新加坡生活了吗？还是有计划过来呢？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好了，今天的分享就是这样，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